院赶走了海豚，让老黑变成单亲爸爸后，决定走计划的第3步。异性们埋怨说，干脆直接杀了老黑，何苦兜这些圈子？克拉伯怒斥群怪，压下了异形们的异心，开始讲解他的计划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看大屏幕。众所周知，皮威赫曼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，克拉伯会雇他来拍假广告，同时他也会加入天堂镇警局来骗取老黑的信任，然后把老黑引到现场，用机械臂控制住他，脱下裤子，把双手泡进温水里，老黑就会尿失禁。皮威赫曼正好在唱字母歌，卡到0这个发音上时，这泡尿直接把他灌饱。这一切都会现场直播给全世界看，让老黑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异形听完提出抗议，搞得这么花里胡哨，资金和技术问题怎么解决？而且皮威赫曼凭什么屌他们？克拉伯一巴掌扇上去说，老子们这是动画片，你喷个狗吧逻辑。另一边，马洛上次在精灵吸嗨了后，一路追啃把子弹的尾巴吃掉了，然后在拉出来的时候又被卡住了，所以他现在有了一根狗尾巴。没有尾巴的子弹倍感孤独，马洛承认自己不喜欢嗑药的感觉，以后绝不会再碰这玩意儿。大麻、白粉、摇头丸通通都归子弹。子弹心里冷哼一声，有仇不报岂是他的作风。他佯装自己既往不咎，送给马洛一袋参毒布朗尼。再说吉娜，他最近 D&D 玩上了瘾，每次上班遇到凯文都要为他吃一招5级碎蛋拳。凯文担心再这样拖下去，自己就算泡上了吉娜，也没有家伙上阵使唤了，于是又向老爸学习泡妞宝典。兰德尔说，要追女孩最重要的是得到对方老爸的同意，比如他每晚和凯伦玩什么体位，都要打电话向老丈人申请。凯文担心吉爸拒绝自己，兰德尔建议他给自己包装一下，这也算是爱的谎言。就在这时，克拉伯伪装成新调来的警员，兰德尔毫不怀疑，随手安排他和老黑搭档，还发表了歧视言论。老黑反驳说，2个黑人大叔聚在一起，并不是一定会追忆80年代篮球的辉煌。结果一转眼，2人开车出去巡逻时，老黑就忍不住跟克拉伯大聊威尔特和张伯伦，还有啦啦队的火辣热裤，2人越聊越投机，简直就好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镜头一转，马洛在家吃了毒布朗尼后2眼一红，慌忙报警，说自己的心跳反过来了，扑通扑通变成了通扑通扑。他看得见声音和颜色，还忘记了怎么拉屎。警员问他乱吃了什么东西，马洛猛然想起还剩17块布朗尼，赶紧挂了电话继续吃。医院里，凯伦在做定期的妇产检查，兰德尔被泰尔狠踹了一脚，又从屏幕上看到泰尔竖中指瞪自己，兰德尔恨不得钻进凯伦肚子里狠狠揍泰尔一顿，但凯伦注意时，泰尔就装无辜，所以没人相信他的话。不久，凯文去拜访了吉娜的家人，恳请他们允许自己和吉娜交往。未来的岳父表示，查保斯基家族的入赘条件很严苛，不然也生不出库特尔这种把插座当房子的花瓣舔的大聪明。凯文伪造了一个视频来展示个人成就，他参加过奥运会，在潘普洛纳斗过牛，还变身哥斯拉摧毁了东京，而且他有权有势，是天堂镇镇长和警长的儿子。吉巴听到最后这一句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一记手刀打晕凯文，将他绑架。凯伦这会儿正好孕中期的欲火烧起来了，缠着要和老公大战一场。兰德尔害怕腹中的胎儿伤害他的老二，建议凯伦开后庭。凯伦认为老公扯这么多谎，就是为了骗他献上菊花，10000个不同意。兰德尔耐不住老婆的纠缠，只好提枪上阵，结果被腹中的胎儿抓住把柄，换成人体螺旋桨。凯伦吓坏了，这辈子没见过这种姿势。最后胎儿用力一掰，啪叽一声，兰德尔的老二就断了。吉爸打去勒索电话，兰德尔是在医院为伤残老二付钱，气愤地表示没空理会凯文那个傻帽。吉娜一听自己的家人绑了凯文，赶紧给老二石膏签完名，火急火燎地杀回老家。老妈解释说，他爸得了重病要换肾，只好绑架凯文来赚医药钱，否则性命难保。吉娜一听顿时心软了，冲进地下室就给凯文换上铁链，还砍下他的第7根脚趾来威胁警长。镜头一转，异形们按照克拉伯的吩咐，在汽车旅馆里布置好了拍摄现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拍粗制滥造的小电影。克拉伯却忙着跟老黑打篮球厮混，异形们警告他别忘了计划。事到临头忽然心软，那就太狗血了。马路吃完布朗尼后又打了911，说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其实是鬼屋，里面有一具骨架和一个灵魂，肮脏可怕的血肉筑起了高墙。每次他一睡觉，魑魅魍魉就开始鬼哭狼嚎。又一天晚上，兰德尔出院后躺在沙发上养伤，凯伦欲火难耐还想要。兰德尔气愤地说，他怀的妖孽要害自己。凯伦受不了他的鬼话，负气独自睡觉。半夜里，泰尔溜了出来，将兰德尔一顿暴揍，最后竖着中指扬长而去。兰德尔抄起棍子就要揍那小子，泰尔却已经缩回了凯伦的肚子。见老婆不肯相信自己，兰德尔一怒之下报警求助，说他未出生的儿子从老婆的肚子里跑出来，折断他的老二，还把他揍成了猪头，最后像蜘蛛侠一样逃回了老婆肚子里。接线警员听出是兰德尔警长的声音，经过马洛的连番摧残，现在终于崩溃了，要辞职。这时吉爸又打来勒索视频通话，兰德尔对凯文的死活无所谓，但一瞧吉娜顿时紧张起来，以为他也被绑了。
吉娜可是天堂镇最厉害的警察，他不要儿子也不能失去他。吉爸一瞧，马上假戏真做，绑架了自己的女儿。吉娜质问老爸换肾的事儿，吉爸说：“我确实需要一个肾行泳池，否则就会悲伤而死。”吉娜一听幡然醒悟，妈的，他又信了这群败了家人的鬼话。凯文觉得他们此番共患难，肯定能见真情了吧？吉娜一口咬下他的第6根脚趾，张开锁气脱了身。库特尔正好赶来，吉娜就用鼻蜡笔骗他中开墙，和凯文一起逃跑。整个查宝斯基家族紧追不舍，两人避开吉爸投掷的松鼠炸弹，穿过重重死亡陷阱，最后还是被包围了。吉娜以1敌5，揍得全家嗷嗷惨叫，留了个 baby 给凯文单挑，结果这货差点没被吃奶的婴儿干掉。最后吉爸举手投降，解释说他之前之所以要阻止凯文和吉娜交往，就是担心这小子的基因太强大，压制了查宝斯基家族的基因。但这一架打下来，他终于明白凯文之前都是吹的，这家伙简直比鸡还弱，很适合当吉娜的小奶狗。吉娜明白了事情原委后，有点小感动，同意和凯文试着交往一下。汽车旅馆里，皮维赫曼已经到位，准备开拍，克拉伯却还在和老黑掏心掏肺的攀交情。老黑说，老婆离家出走后，他一直很寂寞，友谊的温暖融化了他冰冷的心。克拉伯坦言，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，因为他的大蛋儿受辐射影响缩水了5%，变成了可使的 baby 蛋，家人们肯定会因此厌恶他。老黑觉得这简直是鬼话，真正的家人爱的是内在，而不是蛋蛋的大小。他劝这位新同事赶紧回家去见老婆孩子，让他们不要再担心。两人正聊着，忽然接到报警说汽车旅馆有滋扰事件。克拉伯知道这是骗老黑入套的诡计，想隐晦的阻止老黑前去，但老黑没听，下警车2步路就到了那家汽车旅馆。老黑推门进去时，皮维赫曼正憋住了一口气儿在念广告词，这口气吊的差点晕死过去。克拉伯猛地推开老黑，自己中了机械臂圈套，当着全世界观众的面，一泡尿灌进了皮维赫曼的嘴里，从此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。幸好这集他换了个马甲。另一边，马洛又报警了，说有一个乌漆嘛黑的胖子一直在尾随自己，他干什么黑胖子就跟着干什么，绝逼是个变态。接线警员表示，黑胖子是一个模仿杀手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马洛从附近最高的楼层上跳下来，黑胖子也会跟着跳下去摔死。马洛立即照办，啪叽一声摔了个倒栽葱，直接脑干涂地。子弹在警局里得意的挂断电话，心说：“哎，这仇报的真痛快。”兰德尔这边为了逮住腰胎，打算通宵监视，结果熬不住睡了过去。醒来时已经被胎儿用脐带吊上房梁。兰德尔不明白胎儿为何这么恨他，胎儿控诉他杀死了自己2亿多的蝌蚪兄弟姐妹，他挣扎苟活了15年，努力爬进凯伦的大海，就为了今天能报仇雪恨。兰德尔急忙解释说，毁灭蝌蚪城的是凯文儿，他有心阻止无力回天，也是受害者。误会解开后，兰德尔和未出世的儿子共度了美妙的父子电视之夜。泰尔在凯伦腹中天天做俯卧撑，一心要杀死凯文，报仇雪恨。另一边，克拉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久别的家门。家人们一看到他的 baby 蛋，顿时鸡飞狗跳，儿女痛哭，妻子崩溃，宠物狗痛不欲生，直接开枪自杀。克拉伯逃出家门，仰天怒吼，他与老黑从此不共戴天。以上就是天堂镇警局第3季第10集的内容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